延历3年，也就是唐兴元元年，为了远离佛教势力、大和豪族以及公家的掣肘，桓武天皇是下令在平城京之外建造新都。最初的计划选址呢，是前往有电川之力的长冈京，但是在工程过程中，项目的负责人出自藤原世家的藤原重纪遭到了暗杀，长冈京计划失败。10年后的延历13年，桓武天皇成功迁都到了电川更上游的平安京，以此为标志，日本进入了以贵族文化闻名的平安时代。迁都之后的桓武天皇呢，将主要的精力放在了2件事上，其一是继续建设和整顿平安京，因为此时的平安京还属于基本建成，还有很多内部的维持和附加工程需要做，而且很多设计建成之后，它的功能与预期是不符的。其二呢，是要讨伐虾夷。这些年来，虾夷人在阿户刘维的统治之下变得更加强大，已经有了向关东扩张的势头，威胁很大。桓武天皇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就任命了板上田村麻吕为征夷大将军，出征东北，将虾夷人赶到了本州岛北部不大的区域内。但是无论是工程队还是军队，都是既烧钱又烧人口的大工程。日本的国力呢是变得空虚，失去了太多壮丁，导致平安时代前期田地荒芜，税收一直都很困难。桓武天皇的内阁意见也分成了2派，一派是主张立即停止大型工程和军事行动，应该把政府开支控制在维持运行的范围内来与民生息；另一派则主张2件事都只差临门一脚而已了，应该完成平安京，并且将虾夷人赶出本州岛，只要让百姓们再苦一阵子，就能换来长久繁荣的基础。桓武天皇的选择其实你们看了这么久历史视频，应该也猜得到的。在桓武天皇这样的优秀统治者之下，内阁能够公开分成2派时，那就是他本人已经决定了，差不多该收手了。先前的苦一苦百姓，完成大工程的利是天皇要收的，现在利快要见底了，体恤百姓的民，天皇也是要的嘛。此外呢，桓武天皇又设立了勘解由实制度，监察国司交代过程中的不正当行为。不过桓武一代确实是一直很缺钱，天皇家族也做了不少自我牺牲来减少国政的开支。整体来说呢，桓武天皇算得上是一位仁君。公元806年，桓武天皇去世，其子平城天皇即位。3年之后，平城天皇又病重，让位给了弟弟嵯峨天皇，他自己则是从平安京搬到了奈良平城京养病。结果事情变得奇怪了起来，平城上皇的身体渐渐好了起来，而嵯峨天皇反而自己生了病，身体一天比一天差。于是出自藤原世家的平城上皇的妻子藤原耀子和其兄藤原重臣开始计划扶持平城上皇复位。藤原世家呢，帮助平城上皇在平城京建立了朝廷。嵯峨天皇无可奈何，日本似乎有2朝并立的前兆。公元810年，藤原耀子成功的说服平城上皇，决定采取强硬手段，宣布日本迁都到平城京。而嵯峨天皇反应强烈，下令封锁平城京，公告没有迁都计划。平城上皇于是派兵进攻平安京，嵯峨天皇则是派板上田村麻吕前往御敌。平城上皇亲征也不是对手，又回到了平城京。最终呢，平城京并未发生真正意义上的战斗便投降，藤原重臣被射杀处决，藤原耀子见大势已去，遂服毒自杀。平城上皇则是出家为僧，此事史称耀子之变。耀子之变后为了防止类似的事情，嵯峨天皇设立了藏人头，作为天皇近臣参与事务，以此来加强政令当时出自天皇的体制。第1代藏人头是出自藤原北家的藤原东嗣，于是藤原北家取代了藤原世家掌握权力。从桓武天皇的征夷大将军开始，加上勘解由使、藏人头、减非为使、摄政、官白，这些在大宝律令之外新设的官职被称为令外官。毕竟大宝律令基本就是照搬唐朝的制度，那直接用到日本肯定有各种水土不服。经过这一番改造之后，也许我们可以称之为日本特色的唐制。顺带一提呢，其实一开始建设平安京也是复刻的唐长安，结果用起来很不顺手，才有了桓武天皇迁都之后的大改建。话说回来，桓武天皇迁都的目的是避开佛教、大和彝族和公家的掣肘。那现在迁都后公家的情况我们是知道了，那佛教为什么没有追到平安京去继续扩大政治影响力呢？其实不是不想，而是不能。佛教大势力们从平城京往平安京的传教活动遇上了极大的阻力，因为此时呢，京都的佛界出现了2位天才修士，分别是罪澄和空海。他们吸收了从唐朝传来的密教佛教思想，又与本土佛学融会贯通。罪澄在比瑞山延历寺创立了天台宗，空海则是在高野山金刚峰创立了真言宗。而一直以来呢，代表日本佛教的是曾经从百济国传来的佛学，发展到现在产生了6个拥有影响政治决策实力的强大宗门。
称为南都六宗。然而罪臣和空海二人领悟高深，辩才出众，佛法修为以至玄仙境。总之，整个京都地区在他们二人的佛教思想影响下，信仰如铁桶般坚固，南都六宗完全无法将影响力扩大过去。双方实力悬殊的真正原因当然不是修仙等级的差别。论佛法悟道，罪臣和空海在当时的日本确实可以说是无出其右的。而传播能力悬殊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密教和南都六宗的底层逻辑不同。南都六宗虽然各自对修佛的方向有别，但是整体来说呢，都是强调修行和领悟，是以对修行的思考归纳以及对佛法的理解演绎为根本。而两个新兴的密教佛教则都是强调加持祈祷和修行中的机缘顿悟，以及不失佛的慈悲和佛国大道。显然对于普通人来说呀，密教比南都六宗的门槛那是低太多了，几乎所有的贵族都改信了密教。南都六宗无论是在传教、政治影响还是经济实力方向上的竞争，都无法打入平安京，终于不再有实力撤走天皇。话题回到中央朝廷，藤原东氏成为了嵯峨天皇的近臣之后呢，是开始重用各个藤原家的人，排斥其他家族的人，称为他氏排斥事件。成和9年，嵯峨天皇去世，围绕天皇继承权发生了争执。藤原北家为了维持外戚身份，在朝内倾压其他的势力，受此牵连，最终办事的办谏臣和局势的局义士被以叛国罪流放。他们支持的皇位有力竞争者恒真亲王引咎下野，最终是由藤原东氏的儿子藤原良房的侄子文德天皇即位。藤原北家的实力进一步加强。公元858年，皇位又传给了9岁的清和天皇。藤原良房作为摄政控制了朝政，他也是日本第一个非皇族的摄政。公元866年，平安京正大门应天门被火灾烧毁，大乱言半善男指控乃是左大臣袁信纵火。藤原良房遂派兵包围了袁氏，然而藤原良房听完袁信的辩护之后，认为这事并不是他干的，于是撤出了包围。之后大宅英曲向藤原良房密报，他看到半善男带着另外2人跑出应天门之后不久就发生了火灾，并且听说半善男曾经与人商量陷害袁信，事情变得扑朔迷离。再后来，一名半善男的家臣因为牵扯进了一起谋杀案而被捕。严刑拷打之下，他承认应天门的火就是他自己放的。藤原良房拿着供词去质问半善男，半善男也不再抵抗，承认了确实就是他策划的，目的就是要陷害袁信。这是平安时代一个超级大案，史称应天门之变。策划者半善男被流放，再加上文德天皇即位争端中半谏臣被流放，大和王权势力的代表之一非鸟奈良时代的顶级豪族半氏从此彻底没落。于是藤原良房的时代，藤原北家在朝中的根基更加稳固。良房死后呢，他的儿子藤原基金继续掌权。清和天皇死后即位的阳城天皇又是幼年登基，藤原基金于是又成了摄政。然而后来藤原基金和阳城天皇关系恶劣，无法调和之下，阳城天皇禅位给了55岁的光孝天皇。但是呀，藤原基金他并没有功成身退，在成年天皇的朝中依然维持着摄政权力，称为关白。到这个时候还没有关白这个官职，属于光孝天皇代表天皇家族对藤原氏表达感谢的专门称呼。光孝天皇即位3年后因年老去世，21岁的宇多天皇即位。宇多天皇决定正式任命藤原基金为关白。在任命仪式上呢，藤原基金拒绝受命，这也是惯例。然后第2次任命仪式上，宇多天皇说，我希望效仿中国的阿衡的责任，任命藤原基金为关白。然而阿衡这个职位其实是个名誉职务，没有实际的职权。藤原基金认为宇多天皇是在表达认为自己毫无执政能力，一事无成，因而发怒再次拒绝了任命，并且停止了摄政的工作。之后呢，宇多天皇亲自召见藤原基金，但是藤原基金还是认为宇多天皇就是想当众羞辱他，二人关系并未修好。又过了1年，菅原道真出面劝藤原基金说，你再摆烂下去的话，藤原氏的势力恐怕要开始衰败了。基金于是在一次宇多天皇断案失误的机会，进言判罚太重，以此恢复了工作。在这个过程中呢，一直都是宇多天皇请藤原基金支持工作的印象，实际上是藤原基金试图在天皇只有21岁时夺取天皇家族和藤原北家之间关系主导权的尝试，但是宇多天皇并没有让他如愿。4年后的891年，藤原基金去世，宇多天皇任命菅原道真为新的藏人头，并且明确地表示不会重用藤原氏的族人。菅原道真一上台就干了一件大事，建议宇多天皇废除遣唐使制度。因为这时呢，唐朝本身已经是经历了安史之乱和黄巢起义之后风雨飘摇了，而且遣唐使在路上出意外的比率很高，继续挑选精英派往唐朝，完全是在浪费日本的宝贵人才。
894年，也就是唐朝灭亡的13年前，日本正式停止了派遣遣唐使。在这个航海技术还不发达的时代，废除遣唐使意味着日本与海外的交流急剧萎缩，代表日本本土文化的国风文化开始盛行。不过这是以前的说法了，现在的日本学界更常会认为，在8到9世纪呢，日本的很多活动都是先从照搬唐朝的做法开始，而后进行符合日本社会的改造。因此，国风文化的盛行应该视为隋唐文化日本化的正常历史过程，与废除遣唐使制度的关系不大。而且事实上呢，9世纪末10世纪初，来往于日本经商的中国人和朝鲜人的数量是明显增加的，这是一种正冷经热的状态，而不能认为是日本实际上闭关锁国的时代。无论国风文化是日本本土文化的崛起也好，是隋唐文化的日本化高潮期也好，国风文化的兴盛为后世纷繁的日本文化建立了基础，成为了日本历史从古代史走向中世史的标志之一。菅原道真稳定之后呢，宇多天皇让位给了醍醐天皇，如此一来，天皇不再需要设置摄政或者是官白。醍醐天皇在宇多天皇的授意之下呢，任命了菅原道真为右大臣，藤原时平为左大臣。其中菅原道真支持的是宇多天皇，而藤原时平支持的是醍醐天皇。让位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朝廷中即使是藤原时平派系下的核心重臣，很多也都还是宇多上皇的人，宇多上皇也还是会直接参与政治。那么随着醍醐天皇稳定体制，宇多上皇和菅原道真对阵醍醐天皇和藤原时平的矛盾逐渐表面化。醍醐天皇打算迎娶藤原时平的妹妹为皇后，遭到了宇多上皇强烈抵抗。宇多上皇以阿衡事件举例，认为外戚干政后患无穷，坚决反对藤原氏的人进入皇室。但是醍醐天皇主张，受到过充分精英教育的官僚集团就只有藤原氏，要稳定政局还是必须要借用藤原氏的力量，双方僵持不下。直到宫廷中出现了传言，说宇多上皇打算举荐菅原道真的女婿入朝。听闻此事之后，醍醐天皇认为不能再让宇多上皇插手下一代的官僚集团了，下令将菅原道真贬至太宰府，此事称为昌太之变。至此呢，进入平安时代之后，中央已经经历了4次藤原氏在争斗中驱逐其他的豪族。昌太之变之后，形成了藤原时平辅佐醍醐天皇亲政的形式。这是平安时代一段相对政局太平、制度完善的时期，称为延禧之治。延禧之治时期，醍醐天皇的主要精力放在3件事情上面。其一呢，是创建了被称为延禧格式的新法令集；其二呢，是创造了古今和歌集；最后是重新制定了班田授受制度。所谓班田授受是一种佃农制度，其核心逻辑是朝廷将土地分配给登记在册的农民并征税，然后农民去世之后回收土地。然而到了醍醐天皇的时代，在重税时期逃荒，或者为了躲避赋税而伪造性别等等问题积压，户籍制度本身已经成了一个笑话。那么在此基础上，以及班田授受制度收税也就不现实了。现在朝廷的做法是基于垦田永年私财法，把土地租给富农或者是庄园主，然后由他们经营交税，称为指定农民。这是日本从人头税转向土地税的尝试阶段。这套做法时间长了之后呢，贵族们也有样学样，班田授受制度已经名存实亡。而且由于逃离了户籍的农民，实际上是从土地的束缚中解脱出来，立刻就明白了曾经以为理所当然的朝廷制度是如何剥削自己的。他们或是做流窜农民，或是落草为寇，始终不愿意回归户籍系统。这些人被称为浮浪或者是逃亡。户籍农民们也在和他们的交流中获得了思想解放。虽然朝廷花了很多精力来宣传浮浪和逃亡是没有文化呀、蛮夷行径之类的，但是还是越来越多的农民希望如他们一样从体制的压力中解放出来，自己控制自己的生产和消费的时间。于是呢，醍醐天皇推出了延禧庄园整理令，禁止指定农民的存在，试图纠正这个历史遗留问题。但是班田授受制度和户籍制度的崩溃并没有停止，无论离开户籍土地的农民是成了流窜农民，还是成了贼寇，都会对自己的安危有所担忧。因此很多农民都会在自家准备好武器，以备不时之需。而由于土地关系变得复杂，争端也变得越发频繁，一些农民变成了第一批武士。农民对朝廷失去信任，武士越来越多，争斗不断。长此以往那也不是办法，朝廷最终决定彻底转向土地税，规定耕种期间纳税，土地分配不再以农民的一生为单位。如果农民逃亡之后，可以立刻分配给新的农民。这些朝廷分配的土地被称为民，耕种者被称为田亩。这个制度称为富民体制，是当时农民脱离土地束缚的需求和朝廷征税需求的一种妥协。
由于没有了土地归还时间的限制，以土地为基础发展出了新的阶级。一些有能力的农民在免税期间不断的开荒，拥有了不小的田产。日后被纳入朝廷系统之后，他们成了开发领主，而富族们则是逐渐接收了农民逃离之后的民，拥有了广大土地，成为大民。开发领主和大民们为了维护自己通过自身努力得来不易的家产，也开始豢养武装集团，武士阶级进一步扩大。此外，朝廷本身也设置了双口武士，而且当皇室规模太大时，天皇会将自己的小儿子们转为家臣或者外放，称为臣级将下。这些原皇族借用地位和受教育的优势，在地方上统合了农民武士，逐渐形成了武士集团。其中最显眼的呢，是桓武天皇的后代平氏和清河天皇的后代袁氏。另外，下级贵族常被安排进入押领使或者是追捕使的职位，主要负责对付民间盗贼集团。这些都意味着武士已经进入了朝廷中。到了醍醐天皇的时代结束时，土地问题引发的各种混乱已经无法解决，武士的存在成为了常识。人们跨越了身份阶级的壁垒，以武力集合成了一个个团体。武士取代贵族已现端倪，日本历史也就从古代进入了中世。醍醐天皇的继承人是朱雀天皇。朱雀天皇的时代，藤原时平的弟弟藤原忠平被任命为关白摄政。随着武士集团的成长，他们也终于在这个时代开始整大火，走上了历史的舞台。在关东和西日本几乎同时发生了武士叛乱，一起是平将门之乱，另一起是藤原纯友之乱，两氏合称承平天庆之乱。先来说说平将门之乱。平将门的祖父从桓武天皇获赐平姓，家族在现在的千叶县担任国司，根基在关东。在平将门年轻时，他曾在藤原忠平门下学习，并在朝廷中作为双口武士工作。后因父亲早逝，平将门回到关东。然而回家之后，他发现他的3个叔叔曾在家族变故霸占了家产，平将门的家族陷入了困境。此外呢，平将门和这3位叔父之间又因为一名女子有纠纷，最终演变成了家族火拼。平将门带着族人连战连胜，声名鹊起于关东。事后，平将门成为了关东各武装势力的带头大哥，各地豪族纷纷派人前来找平将门拜码头取经，也邀请他主持解决各家族的利益争端。公元939年，藤原玄明和长鹿国司因税收问题发生了纠纷，藤原玄明向平将门求助，长鹿国司则是要求平将门交出藤原玄明，平将门无视要求，双方集合支持者开战。其实平将门对藤原氏治下朝廷的重税和强迫劳役早就很不满了，因此这次站出来直接反抗朝廷的国司，发动了起义。在这次战斗中，平将门对阵拥有3倍兵力的长鹿国司军队，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甚至抢夺了朝廷的印绶，自己统治了长鹿国。这已经完全是叛乱行为。朝廷一直以为平将门只是和一些地方官员因为女子或者是利益分配的问题有矛盾而已，对于这突如其来的起义始料未及，陷入了大混乱。那么随着平将门的起义军风卷残云，他很快占领了关东8国。他在领地内减轻徭役和赋税，也得到了民众和地方豪族的广泛支持，人称新皇，这就是要取代天皇的意思了。朝廷则发布了敕令，全国凡能讨杀平将门者将授予贵族地位。押领使藤原秀香于是希望趁这个机会晋升成为贵族，他拉拢了与平将门有仇的平真胜一同出征讨伐。双方交战中，平将门身中流矢而亡，叛乱军之后迅速被镇压，平将门之乱结束。几乎同时呢，藤原纯友在西日本也发动了叛乱。藤原纯友出自藤原北家，年少时其才能在藤原氏中也堪称天骄。然而也是由于父亲早逝，他在朝廷内一直难以晋升，最终被任命为伊予国司，负责监管濑户内海的海盗活动，被排除出了中央。但藤原纯友就发现，这些海盗中许多人也都是体制内晋升的失败者，个个都对体制晋升不公深有怨言。而那些有能力领导一支海盗部队的头目们，许多都与藤原纯友有相似的经历，他反而和各地的海盗头目们有了交情。藤原纯友在濑户内海四处与海盗们积极交战，一时间成为了西日本最有名的武斗派海上力量。后来呢，朝廷召藤原纯友返回京都，不料纯友拒绝召回，突然号召海盗们反抗朝廷。此事一出，许多海盗团体都选择支持藤原纯友，濑户内海周边的地方豪族们迅速被镇压，藤原纯友割据了濑户内海周边数国之地。然而朝廷的军力正在镇压平将门，无力派兵反击，于是发文嘉奖藤原纯友平定海盗之乱有功，要求他到京都领赏。
双方谈判途中，平将们被镇压，朝廷转而以追捕使小野好友为大将，派遣海军前往镇压藤原纯友。双方首战地点在战旗国，藤原纯友胜。不过朝廷的实力还是要强很多的，尽管战斗取胜，但是战场还是被朝廷海军一路向西推进，甚至出现了一些船只投降朝廷的情况。那么为了扭转局势，藤原纯友以攻为守，夺取了西部重镇太宰府，这逼迫朝廷进一步增兵。小野好古接收了日本海侧的海军之后，从北面向太宰府进攻，最终藤原纯友战败被俘，在押送回京的路上离奇死亡，死因至今不明。同一时期，东西日本都发生了大规模叛乱，使得新生的武士阶级拥有了极强的存在感。同时，两场叛乱的镇压过程中，朝廷也都要依靠地方豪族的武士们支持，押领使和追捕使的力量已经不足以威慑全国了。公元946年，朱雀天皇让位于村上天皇。为了挽救朝廷的信任危机，村上天皇亲政，不设官白摄政。村上天皇整顿了财政和贵族，再次迎来了一段相对稳定的时期，称为天地之治。然而，体制性的矛盾已经无可回头。在表面的安定之下，朝廷和地方都在积累变化的势能，下一代将不得不面对体制改革。在天地之治期间，民间对以前元大宝为代表的日本朝廷货币已经彻底失去了信心，来自中国的铜币成为了日本的主要流通货币。另一方面呢，藤原北家的藤原实赖也扩张着影响力，主张恢复摄关政治，而被醍醐天皇层级降下的原高明则是整合了支持天皇亲政的朝廷势力，与藤原氏开展政治斗争。村上天皇驾崩之后，平安京四处都流传着原高明行为不端的流言，最终呢，还是藤原实赖成功的将原高明贬至太宰府，史称安和之变。安和之变是藤原北家最后一次重要的他氏排斥事件，从此藤原北家独占了日本朝廷，几乎成为了固定产生摄政和官白的家族。那么藤原氏的夺权过程和武家的崛起其实是相辅相成的过程，中间的纽带便是对农民的征税。在上期中提到了平安时代的税务制度不稳定，造成了武士的诞生，纳税人不再稳定，使得朝廷的税收制度也不再能满足需求了。于是呢，平安朝廷采用了一种摊派包税人的方式，加强国司的权力以确保税收，几乎允许国司们采用任何方式来获取税收，只需要按时按量上交朝廷。这也就意味着国司可以将多出来的税金据为己有，甚至可以发布征集徭役的命令，来使农民以劳动交税。之后呢，国司又进一步分包收税的业务，派遣被称为徭任的代理人前往收税。徭任们派出的直接与农民交涉的收税人则被称为受理。对土地上的人来说，可以说是没有任何权利，只有纳税的义务。如此一来，朝廷的国司和通过富民体制获得土地的开发领主和大名田主们就完全成了对立关系。尤其是自己创业开垦新地的开发领主们，更不可能接受创业成果平白无故的被朝廷摘走，而且甚至可能都不是交给朝廷，而是被国司私人霸占的。于是开发领主们向藤原氏等上层贵族和一些大型士社提出了建议，那就是我们一次把规矩立下来，决定一个朝廷征税的比例，但是朝廷以后也不能再在已经承认了的私人土地的所有权上做文章。这是一次聪明的妥协，担心被地方官府没收产业的创业家们得到了中央朝廷对其产业的保护。本来被国司夺走的部分税收成了贵族们的利益，这种行为呢被称为寂静。这些脱离了国司收税系统的土地则被称为寂静地系庄园。从此而来的资产成为了藤原氏在朝廷中纵横捭阖的强大支撑。公元995年起，藤原道长成为了藤原氏的大家长。在道长的时代，藤原氏的政治资产达到了顶峰。藤原道长有4位女儿都嫁给了天皇，此外还有3位天皇是他的外孙，几乎和天皇家族融为了一体。据说呢，在藤原道长的3女嫁给天皇时，他曾即兴作诗称天下已入我手。不过他的日记中并没有这件事，应该是后人杜撰的。藤原道长晚年建立了法成寺，并在此出家，将权力交给了他的儿子藤原赖通。公元1019年，藤原赖通被任命为官白，随后统治了朝廷长达50年之久。也是在藤原赖通的时代，藤原氏建造了象征其家族繁荣的平等院凤凰堂。与其他的藤原氏大佬不同的是，藤原赖通的女儿太少了，不得已将唯一的亲女儿和一位养女都嫁给了天皇。更糟糕的是，他们都没能为天皇产下男子。因此呢，藤原赖通在外戚专权这条路上比他的前辈们艰难了很多。眼看天皇继承人可能不再是藤原氏的子孙，其他的朝臣们都在等着看好戏的同时，地方上的权力秩序也进一步失去了控制。
国司们不能对依附于贵族的土地征税，也未必能战胜一些庞大的地方武士家族，那么只能加重剥削能欺负的人们，首领们在地方上变得无恶不作，这又导致了更多农民投靠武士集团。武士集团之间争夺土地的战争也经常发生，那农民尚且还有投靠武士的退路，而在重税之下又没有政府外势力保护的城市居民们，则只能在贫困、死亡和瘟疫中度过。民间一片末日景象之下，佛教的末法思想在日本迅速兴起，人们都相信现在就是释迦牟尼佛逝世之后旧法湮灭、新法未至的暗黑时代。藤原赖通也被民间认为是末法时代的代表人物可以说是初代佛迪。在庶民们的这种绝望氛围之下，空野禅师传播的净土教迅速兴起。净土教的教义呢，讲述了在末法时期寻求来世和极乐净土的思想，以拯救世人的阿弥陀佛为主要的信仰对象。信仰阿弥陀佛的形式也很简单，只需要念诵南无阿弥陀佛来进行祈祷即可。这种心灵的慰藉和几乎为零的入门门槛，使之在乱世中迅速爆发。净土教的信仰迅速地压过了密教和南都六宗，不久也成为了贵族们的主要信仰。据说呢，藤原赖通也是为了洗刷自己末法时代统治者的污名，这才建立了平等院凤凰堂来为民众祈祷平安。1019年，女真族突袭朝鲜半岛的高丽，之后以此威势组成50艘船的舰队袭击日本的伊岐岛和对马岛，当地官员藤原理忠等人战败上升，女真人登岛掠夺之后撤离，继续掠夺筑前国，也就是今天的福冈周边，约1500人被杀。而后太宰府主事藤原龙家整合了当地武士集团发动反击，成功击退了女真人。此事史称刀一入寇。和元明时代不同，当时日本是航海能力更弱的一方，因此会受到来自大陆的袭击，被称为刀一。不过规模一般都很小，这次大规模的刀一入寇事件震惊了长期独自享受和平的日本朝廷和贵族，也进一步提高了新兴武士阶级的话语权。10年之后的1028年，也是平将门之乱大约100年后，关东地区再次爆发了由平氏主导的大规模反叛。平中常因为与国司的矛盾而举起了反旗。而与100年前不同的是呢，现在的武士阶级已经强大了许多。平中常击溃了朝廷派来的3支平叛部队，势不可挡。朝廷也挤出了最后的兵力交给源赖信，由他征讨平氏。源赖信有过作为首领和藤原道长幕僚的工作经验，是一位文武双修的朝廷武士，且有一定的声望。最终源赖信成功击退了这次叛乱，也有说是平中常主动撤销了叛乱。总之，此事使得源氏的威名在关东打开，成为了源氏势力进入关东的契机。之后呢，被誉为英雄的源赖信在关东扩张，他的目标是虾夷人的土地。桓武天皇征虾夷之后，两族基本以北纬40度为界，在虾夷人的部分逐渐形成了清源氏统治出羽国、安倍氏统治陆奥国的形势。两家定期向日本朝廷进贡，后来安倍氏实力扩大，成为了独立国。再到差不多平中常之乱的时期，安倍赖实领导下的安倍氏不再向日本朝廷进贡。1051年，朝廷决定派军镇压安倍赖实，结果大败而归。朝廷便启用了源赖信的儿子源赖义为陆奥军队长。安倍赖实呢，他是畏惧源赖信的威名，不战而降，但是向源赖义效忠，而不是向日本朝廷效忠。就这样，事情看似告一段落。然而之后，源赖义的部队被安倍赖实的儿子袭击。源赖义召见安倍氏，要求解释，结果遭到了拒绝。之后呢，源赖义的朝廷军和安倍氏的战斗再次开始。现在呢，对于是否是安倍氏袭击了朝廷军还是有争议的，也有可能是当时陆奥国其他的豪族试图扳倒安倍氏的操作。总之之后，源赖义和安倍氏之间是进入了拉锯战。尽管安倍赖实本人是于1057年前往京亲的途中战死了，但是安倍氏仍然在奋力战斗，并且利用北方冬天的严寒，取得了2次对朝廷军的胜利。虽说是朝廷军呢，但是其实朝廷已经几乎不给这支军队提供军需和增援了。源氏2代英雄却遭到了朝廷如此对待，关东居民们响应源赖义前往支援，这支军队也就基本变成了源氏的军队。但是凭借一支孤军和拥有稳定领地的安倍氏之间战斗还是很困难。于是源赖义将目光投向了出羽国，与清源氏取得了联系。最终清源武则率领清源氏军队支持源赖义，局势这才得以扭转。到了1062年，安倍氏新任家督战士，经过12年激战，源赖义镇压了安倍氏。这场战争被称为前9年之战。视角回到中央，由于藤原赖通就一个女儿，她嫁给天皇之后还没有生下男子。日本时隔170年，终于再次迎来了一位并非藤原氏女儿生下的天皇后三条天皇。藤原氏的外戚权力大大削弱，后三条天皇也果断地对藤原氏的既得利益下手，
准备整顿寂静地系庄园。1069年，后三条天皇发布了盐酒庄园整理令，成立了记录庄园劝契所，作为独立的垂直机构，对庄园进行审查和管理。倒查25年，对1045年之后建立的庄园全面清理，没收其中的非法庄园，重新作为公领，交由国司负责征税。后三条天皇去世之后，由其子白河天皇继位，并且后三条天皇还隔代指定了白河天皇的弟弟作为白河天皇下一代的储君。藤原氏两代衰弱，又无法拥立亲近藤原氏的新君，授官政治时代正式结束。不过白河天皇并没有遵循后三条天皇的遗训，而是在1086年传位给了年仅8岁的儿子枯川天皇，自己成为上皇，从幕后操纵政局。后三条天皇已死，再加上枯川天皇也不会让藤原氏有机可乘，白河天皇的这次操作倒是没有受到任何异议。从此之后的天皇大多都会早早传位，然后作为太上皇遥控政局，称为院政体制。这使得日本中央朝廷得到了数十年的安稳，而比篡权贵族威胁更大的武士集团们也在继续发展。在枯川天皇之后，鸟羽天皇、崇德天皇相继继位，原本被后三条天皇隔代指定的白河天皇的弟弟却被排除了。之所以会形成院政体制，是因为白河天皇发现成为上皇之后，能够实际上变成退休的 OB， 天皇的规则和礼仪自然也就对他不再适用，更方便行使权力。于是渐渐的，掌握实权的便不再是天皇身边的官僚，而是上皇身边的贵族和武士了。白河上皇虽然成为了日本中世之后最强大的集权者之一，但是他的人生中还是有3件不能掌握的事情。其一是鹤茂川的水，其二是双鹿投掷的点数，最后便是比瑞山严立寺的法师们。这个莫名很有后劲的冷笑话出自《平家物语》，据说是白河上皇的自我总结。现在自古以来的镇护国家和净土教都在扩张，佛教势力拥有了越来越大的力量，并且佛教势力也卷入了土地纷争中。和武士一样，为了保护土地和寺庙，僧侣们也武装了起来。这种武装的僧侣被称为僧兵，特别是比瑞山严立寺的僧兵非常的强大，还会以宗教形式为借口强行推进自己的诉求。白河上皇本身也是比较虔诚的佛教徒，他害怕受到佛祖的惩罚，基本上是承认了由佛教徒发起的僧兵是宗教的行为。但是周围有这么一批武装势力也是要提防的，于是他又设立了特别警卫武士团。这些武士在他的北面的房间中待命，故被称为北面武士。北面武士基本是从源氏和平氏中择优选取，这一过程也提升了朝廷的军事力量。视角来到地方，东北地区再次发生了重要的武士集团战争。1062年，前9年之役灭亡了安倍氏，之后源师栋梁源赖义去世，同样是在前9年之役中有所表现的他的儿子源赖家驻守陆奥国。昔日盟友出羽国清源氏进一步扩张，成为了有能力统一东北地区的强大势力。前9年之战经过了20年，清源氏的家督从清源武则变成了清源真衡，但是清源氏内部的血缘关系复杂，清源真衡和他的2个胞弟清源家衡和清源亲衡之间还是存在竞争，而清源亲衡和家衡的母亲又是安倍赖氏的女儿，而作为安倍氏的公主之前还是藤原氏方的妻子，所以他们其实是异父异母的亲兄弟。总之外部关系上是对清源真衡很不利。后来真衡看见自己没能生下嫡子，便接收了一名养子来做储君，并且让他娶了源赖义的女儿。本来是为了增加外援的操作，结果在结婚仪式的当天，真衡的叔父吉彦秀武以超过长辈对晚辈的高规格，将礼金举过头顶递给清源真衡。然而当时的清源真衡正在全神贯注的下围棋，没有注意到，气氛一下子就尴尬了。吉彦秀武感到自己受到羞辱，他将作为礼金的纱巾扔进庭园中，然后愤然离去。之后真衡也发怒，宣布吉彦秀武这是反叛，他将起兵讨伐。那么清源家衡和清源亲衡兄弟也就表态支持吉彦秀武，不过双方一直都是在对峙，最后也没有真正开战。后来事情也基本不了了之了，一方单独撤退一段时间再回来继续对峙，这种事情也是时有发生。但是源义家接手陆奥国之后，知晓了这场纷争，决定支持自己的妹夫真衡，成功击退了亲衡和家衡的军队。但是随着清源真衡疾病去世，战争也就到此结束了。源义家便将原来真衡治下的土地分给了亲衡和家衡，然后清源家衡又对分配方式不满，袭击了亲衡的府邸。清源亲衡虽然逃脱了，但是他的妻子儿女都被杀害，于是战争再次爆发。源义家当然是站在了亲衡一方攻击家衡，但是由于北方发迹的清源氏更熟悉环境，清源家衡利用冬季的严寒打败了源氏，
发现所谓的武家栋梁袁氏大家长也并非是不可战胜的，加衡随后就移至荆泽要塞，打算守土抗战。袁一家和清源清衡虽然发动了进攻，但是损失巨大，一直无法攻效。后来呢，吉彦秀武提议围城断粮，并且对出城者一律处死，并且告知城内。最终清源嘉衡无法支撑，尝试突围，最终是战败被杀，后3年之役结束。朝廷收到战报之后，认为这次战争完全就是袁一家无端介入清源氏的内部纷争，因而拒绝奖赏战功，也不报销战争支出。这意味着参战的关东武士们没有办法得到报酬，袁一家于是用自己的私财支付了武士们的工资。这一行为深深地打动了关东的武士。前9年之战和后3年之战的武士们都是受到袁氏的指挥，被袁氏考评，报酬也是来自袁氏。他们理所当然的就与袁氏建立了牢固的纽带，为后来袁赖朝建立镰仓幕府奠定了基础。清源清衡在后3年之战中统一了清源氏，之后他继承了生父的藤原姓氏，成为了一方超级豪强。后来显赫一时的澳洲藤原氏就此诞生。后来的澳洲藤原氏以岩手县平泉为大本营，势力范围遍布北方，控制的贸易路线更是从华泰到西伯利亚，通过海豹皮、纱巾等等贵重商品的交易，成为了财力极其雄厚的武士集团。为了显示他们的强大财力，甚至建立了中尊寺金色堂这一奇观。而袁一家却不像他的战友一样幸运了，朝廷主事者自然也明白，对于袁氏这种天骄呢，得罪了就要得罪死的道理。如今袁氏从关东武士的精神领袖成了真正的领袖，就正是一个好时机。说到底，现在的袁氏虽然是武士们的栋梁，但是并非朝廷的栋梁，也不是国家的栋梁，仅仅是关东和东北地区的英雄罢了，完全就是院政体制的妨害者。在朝廷拒绝支付后3年之役的军费的同时，也把袁一家的次子袁义清派往对马岛，形同流放。而且朝廷曾经承诺过，东北战事之后会给袁义清安排重要的职位。袁一家长子早夭，作为次子的袁义清是很有可能的继承人，此举进一步引起袁氏的不满。后来袁义清到达对马岛之后，杀死了那里的朝廷官员，掠夺公家财产，而且还干了不止一次，然后就逃亡到隐岐，再次出现时已经到了出云，并且在那里发动了暴乱。朝廷本想让袁氏自己去解决问题，但是袁一家托辞年老不能征战，他的弟弟和四子各自有其他的战事，三子过于纨绔，已经不知所踪。总之就是族中无人可堪大任。于是朝廷转而命令桓武平氏的栋梁伊势平氏的族长平正盛前往讨伐袁义清。伊势平氏本来就是因为袁氏到达关东之后，对支配关东感到棘手的平氏知足，他们也判断这是重返关东的机会，于是接受了号召，前往攻击袁义清。仅仅花了半个月，平正盛就战胜回来，并且带着袁义清在内的5个主要叛乱者的首级。这使得袁氏的社会评价暴跌，平氏的声望则是大大提升。视角回到中央，在院政体制之下，白河上皇去世之后，鸟羽天皇成为了上皇，台前的是崇德天皇。不过鸟羽上皇和崇德天皇两人虽为父子，但是关系极差。也有传言称，崇德天皇的真正父亲是白河上皇，而非鸟羽上皇，这个真实性不明。总之，鸟羽上皇确实是不喜欢崇德天皇。那么后来，鸟羽上皇就命令崇德天皇让位给他的弟弟近卫天皇。1155年，近卫天皇去世之后，又安排崇德天皇的另一个弟弟后白河天皇即位，这彻底激怒了崇德上皇。两位上皇的矛盾表面化，武士家族们和藤原氏也打算浑水摸鱼。平氏是利用在袁义清之乱中提升的声望，在平正盛、平中盛、平清盛祖孙3代的经营之下，地位日益提高。袁氏则是为了恢复自己的公信力，族长袁惟义试图加入贵族社会。藤原氏则是打算恢复自后3条天皇以来失去的摄关政治的权利。不过当时的关白藤原中通家中是有点小问题，因为藤原中通一直没有儿子，就培养自己的弟弟藤原赖长为继承人。结果后来藤原中通经过艰苦奋斗，终于有了长子。围绕继承权问题，他和弟弟赖长之间便有了冲突。近卫天皇呢，就是在这皇室、藤原氏、源平之间斗争复杂的情况下过世的。这些大势力们于是在鸟羽上皇后白河天皇或者崇德上皇两个阵营之间站队，形成了对立关系。1156年，也就是后白河天皇即位的次年，鸟羽上皇病倒。原本是因为权力足够大，鸟羽上皇才能够压制崇德上皇和藤原赖长等人的不满情绪。知道他们两人肯定会搞事的鸟羽上皇，于是在北面武士中挑选了平清盛拉为盟友。同样是原北面武士的袁惟义、袁惟朝父子，则是因为和崇德上皇一方的藤原赖长是朋友，所以加入了崇德上皇一方。到了7月，天气变热，鸟羽上皇的生命眼看已经所剩无几了，
崇德上皇试图在鸟羽上皇生前和他和解，毕竟是父子嘛，就前往探病，但是被鸟羽上皇严词拒之门外。鸟羽上皇甚至下命令，我死后不准让崇德看到我的遗体。崇德上皇得知之后自然是非常愤怒，但是这些事情使得他的立场变得非常不利。鸟羽上皇去世之后，崇德上皇和藤原赖长企图叛乱的谣言四起，两人因此被没收了全部财产，逼到了绝境，于是不得不真的发动叛乱。这是一场如同关原之战一样的两个势力在全国范围内的最终决战，这就是日本平安时代最重要的战争——保原之乱，也是和关原之战一样，开战之前胜负其实就已经基本明了了。后白河天皇一方的平清盛是平家，也是整个武家这一代的栋梁，源氏的栋梁源义朝也是支持后白河天皇，双方的储备兵力十分的悬殊。后白河天皇即使输了决战，也无非就是准备下一场决战而已。而崇德上皇呢，他是一次都不能输，那最终的胜负也并没有拖泥带水，崇德上皇一方很快就彻底战败了。崇德上皇被捕，并且被流放至战旗。藤原赖长呢，他是在逃亡中被弓箭射中，好歹算是战死了。袁惟义则是被自己的儿子袁义朝处决，平宗正也是被自己的侄子平清盛所处决。保原之乱这是以军事结果解决了之前的朝廷政治纷争，后白河天皇成为了最高权力者。但是这也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用军事手段解决政治问题就成为了一个可选项，平治之乱等等战乱也就理所当然的发生了。最重要的是呢，天皇的存废都被元平两家的战争给决定了，武家政权的时代是真的要来了。后白河天皇呢，他自然是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为了将来700年武家幕府政权诞生的契机。此时一言九鼎的他，果断的让位给2条天皇，开启了又一个拥有强大集权的院政时代。后白河上皇挑选了信息和尚帮他处理日常的政务。这位信息原名藤原通宪，由于在藤原家中地位较低，因而放弃了仕途，直接出家。后来他的妻子成为了后白河天皇的乳母，这层关系使得他一跃成为了后白河天皇的亲近顾问。那信息负责的工作范围是非常广泛，从庄园的整理、官员的选拔到治安维持等等，都由他来运营。信息的这些工作现在需要武力支持，于是他就接近在保原之乱中大放异彩，作为北面武士而且拥有强大武装力量的平清盛。平清盛在武力支持信息的同时呢，还控制住了濑户内海的重要贸易节点波摩和对外贸易的门户太宰府，经济实力大增。这些事情就引起了藤原信赖的不满。藤原信赖是一位被后白河天皇宠爱的高级官僚，不过他对于地位低下的信息被偏爱这一点很是鄙夷。既然信息接近了平家，那藤原信赖就选择接近源家以对抗。他得到了因为平氏单独发展而不满的源义朝的支持。他们两人找了个平清盛离开京都的时机，发动了兵变，试图绑架上皇和天皇达成政变，视为平治之乱。在皇宫中的信息虽说是逃出了，但是无法逃出搜捕网络，最终自杀。得知事件的平清盛很快就返回了京都，他派出使士，成功的救出了后白河上皇和2条天皇。作为伊势平氏的平清盛返回京都时，还带上了伊势和伊贺的平家军队。最后藤原信赖和源义朝还是战败了。结果呢，是藤原信赖被斩首，源义朝战死，其子源赖朝被流放到了伊豆。通常来说呢，叛乱者的家族都会被灭族以防其复仇。但是平清盛的母亲说，他看源赖朝很像自己另一个已死的儿子，希望留他一命，于是平清盛只是流放了他。这个时候他一定没想到，这波放虎归山最终导致了平家的灭亡。依靠平治之乱中的威名，平清盛是坐稳了平氏大家长的位置，还成为了无可争辩的武家领袖，开启了平家政权。他统领西日本的武士，任命武士中的能干人物为地头，负责管理庄园和治安。此外呢，他还整修了港口，确保了贸易船只的安全，这大大增加了宋朝商人到日本行商的数量，两国贸易进入了空前的繁荣期。与宋朝的贸易和寂静地系庄园的收入支撑着平清盛维持强大的财政实力。但话虽如此，要让人们接受新的规则，还是非一朝一夕之事。平清盛又回头沿用藤原氏摄关政治的方式取代院政体制，他将女儿嫁给了高仓天皇，并且扶植了两人的儿子为安德天皇，成为了朝廷公卿认可的实际权力者。后来还就任了太政大臣。然而平清盛终究还是根基薄弱，不像藤原氏一样能服众。平家以外的武士和贵族渐渐开始对平清盛的政权产生了不满。在这种背景下呢，1180年，朝廷强行推进福原迁都，武士和贵族的不满随之爆发。已经出家的后白河法皇见状也改变了舵向，他示意皇子以人王联合源赖政起兵反抗朝廷。
虽说战争的结果是平家军队以压倒性的兵力获胜，但是随后呢，后白河法皇继续号召各地武士发动以推翻平家复兴源氏的起义，各地武家纷纷响应，朝廷军疲于评判，战火烧遍了整个日本。日本历史上的地狱南渡时期，自成受勇之乱就此开始。在这些地方起义中呢，被流放到伊豆的源赖朝和信浓的木曾义重二人崭露头角，成为了支撑源氏族人继续作战的英雄。在这场战争中，新田、北条、足利、田山、细川、金川这些家族越发的显眼，他们将要塑造日本将来数百年的历史。源赖朝虽然得到了北条氏支持起兵，但是在石桥山之战中大败于平氏。在这生死之时，尾原景时等人发兵支援源赖朝，这才扭转了颓势。源赖朝成功立足之后呢，他的名声在关东传开，反对平家的武士们纷纷来此聚集。在前9年之役和后3年之役中所建立的源氏与东国武士们的深刻羁绊，在此刻发挥出了威力。源赖朝所在的相模国镰仓几乎成为了关东幕府，武士们都准备向平家复仇。平清盛这边呢，则是派遣孙子平为盛领军进攻镰仓。然而战役开始时，源赖朝的势力已经迅速发展到了超过10万武士，双方在富士川交战，源氏军队轻松地击溃了朝廷军。据说呢，在富士川之战中，平家军队因为野武士们一边倒的支持源氏，又遭遇了远超预期的强大敌军，士气十分的低落，并没有发生显著的战斗，很多武将便带队撤离了。也有说法是，平家军队发现有源氏的军队打算绕后奇袭他们，而变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于是畏战先逃。本来呢，源赖朝打算攻入京都，夺取了政权，但是经过一系列的战斗之后，关东武士们不希望看到家园凋敝，请求先维护关东的治安和稳定。于是呢，源赖朝暂时退出了前线，专注于关东的治理，转而派遣他的2个弟弟源范赖和源义经主持前线的战斗。曾在澳洲藤原氏寄居的源义经，后来发挥了惊人的战争才能，被源平双方认为是当世名将。1181年1月，支持平清盛的高仓上皇去世，后白河法皇复位主持院政。据说此时后白河法皇已经后悔发动源氏的叛乱了，转而支持平清盛。然而同年2月，平清盛就去世了，留下遗言说：“我不需要葬礼，但是要记得以后要将源赖朝的脑袋摆在我的墓前。”同时失去了2个领袖的平家朝廷，于是开始了连战连败。好在平家底蕴深厚，还能勉强支撑。直到4月，在长梁川击败了源赖朝的叔父，才勉强重新稳定了局势。借着长梁川之战的余威，平家再次派军出征，先镇压了西日本的叛乱，又转头镇压北路，希望以此来确保京都的物资供给。然而在这1181年，日本先是春夏发生了旱灾，秋天近畿和东海地区又遭遇了强台风。这一年却也是源平战争的一个小高峰。描绘源平战争的小说中，很多描绘此时的日本饥馑连片，饿殍遍野，人饥相食。镇压北路的平氏军队遭遇到了木曾义重的强力抵抗，双方僵持不下。而后呢，平家组织了10万大军讨伐木曾义重，以平为盛为大将。1183年，平家与木曾义重的决战距离加罗峡谷之战爆发。面对10万大军，木曾义重派遣一支军队进入岩山，自己则是带着主力部队进入了南山，乘机发动了突袭，利用对平家军队形成了包围之势，逐渐将平家军引向了距离加罗峡谷，再放出火牛冲击平家军阵。前有悬崖后有追兵的平家军队几乎是全军覆没。此战使得源平战争的实力天平彻底倒向了源氏一方。之前呢，虽说平家并不能同时对付源赖朝和木曾义重，但是源氏这2兄弟之间关系也是很恶劣。即使平家10万大军讨伐木曾义重，源赖朝也并没有支援的意思。事实上呢，两家从上一代开始就是战场上的敌对关系。木曾义重的父亲也正是被源赖朝的哥哥源义平所杀，而源赖朝一侧则是认为他们作为源氏嫡系正统，绝不能原谅木曾家的叛乱行为。因此呢，平家源赖朝和木曾义重之间形成了互相敌对的关系。回到战事上，平家失去了10万主力部队，已经无力再战了。木曾义重就一路攻入了京都，平家带着安德天皇和天皇家族的3神器向西逃亡。然而木曾军营得过于突然了，没有做好接收政权的准备。木曾军到达之后，是加剧了京都的粮食短缺，士兵在城中抢劫和盗窃的事情也频发，很快就失去了京都居民的支持。之后呢，由于木曾义重行废立天皇之事，支持后鸟羽天皇登基，遭到了所有势力的反对。木曾义重的社会信誉扫地之后，支持源赖朝重组朝廷的声音越来越大。1183年10月，平家军队与木曾义重军在背中对峙，当日发生日环食。
穆真军在突然的黑暗中大败，是为水岛之战。一般认为平家是利用了阴阳师，掌握了历法，因此调整战略，挑选了这个时机作战。而穆真义重军则是因为此战中的天地异象，从此彻底失去了士气。水岛之战之后呢，后白河法皇知道穆真义重已经无力回天了，于是转而支持镰仓的源赖朝。之前为了讨伐平家而默契停战的源氏两大势力彻底撕破了脸皮。此时穆真义重在水岛之战中元气大伤，士兵们接连叛逃，而源赖朝这边则是在源义经的助力之下战力越发的强盛，自然双方很快分出了胜负。穆真义重本人在宇治川之战中箭身死，源赖朝成为了源氏共主。平家则是在水岛之战后乘着源氏内战，成功控制了中国、四国和九州北部，并且反攻源氏到了摄津福原一带。虽然京都朝廷中呢是出现了不如与平家和解的声音，不过源氏内战结束之后再次发动了决战，派出源义经以夺回天皇三神器为名西征。1184年，源义经和源范奈分别率领一路军队发起总攻。从第一轮试探交锋开始，源义经的军队便势如破竹。之后在伊之谷之战中，源义经兵行奇招，出乎预料的带领仅仅70人骑兵沿悬崖俯冲奇袭平家，一举击溃了平氏军队的士气，成就了日本历史上最著名的战役之一。而后呢，平家退至乌岛，接受了日宋贸易时积攒下来的水军，依靠濑户内海天堑一时抵挡住了源氏的军队。源范奈率领3万兵力继续追击，平家进一步退至本州岛末端，但是在平家最后的名将平之盛和平教经的阻击之下，无法打开突破口，也未能渡过到九州。那么源范奈受挫之后，再次邀请源义经出手，于是义经联合摄津熊野水军，兵行奇招，不可思议的在暴风雨天气时，率领少数精锐从海上奇袭平家。虽说由于寡不敌众，最终未能取得战果，但是这进一步打击了平家的士气。源义经于是转而等待主力集结，之后大军推进，逼迫平家从四国撤退至燕岛。这段时间，源范奈也成功镇压了九州，平家已经无路可退了。1185年，源平战争迎来的最后一战——潭之浦之战，平家军在关门海峡与源氏军队对峙。虽然是水战呢，源义经依然是标志性的亲率先锋发起了冲锋。源范奈则是从九州峰前出阵，堵截平家军的退路。战役中，虽然平家水军一度取得了大优势，但是源义经再次兵行奇招，在潮汐方向对源氏最不利的时候，以箭雨掩护发起了冲锋。平家士兵不能立足，纷纷跳海，平氏的辉煌自此彻底结束。穷途末路的二位尼抱着6岁的安德天皇和天皇家3神器跳海。后来八尺镜和八尺琼勾玉被找到了，草梯剑则是至今消失在海中。最终是东国武士化的贵族们击败了西国贵族化的武士们，至此以贵族社会和国风文化为标志的平安时代终结。当然，我们的故事还没有结束，喜欢这样的内容，别忘了点赞关注哟，我们下期再见。